他偷偷打开公司电脑的浏览器，用无痕模式搜寻，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白活了？这是第3次他这么做。每次他下决心辞职，离开这个让他疲惫至极的公司时，总会被一通老板找你的电话打断，然后他又回到那间玻璃会议室，听主管讲述一套你的存在对团队很重要的空话。他是所有人眼中的老实人，该做的都做，不该做的也包，错的不是他，扛的却总是他。为什么我每天为主做见证，守主日，帮忙小组，结果却常常卡在最倒霉的位置？这问题他自己也快问腻了，但他真的不懂，为什么他信主后看似变得更辛苦。诗篇73篇15到28节，诗人亚萨在这一段诚实地承认，他几乎被恶人的繁荣绊倒，心里痛苦纠结，无法理解这不公平的世界，直到进了神的圣所，才明白他们的结局。他看见恶人只是暂时得意，他们最终会被毁灭，而他自己即便软弱苦难，心里发酸，但神却始终牵着他的手。他说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这是一段信心的深层重建，不是透过理论，而是在神面前重新得力。许倩怡在一间时尚品牌担任公关专员，她努力认真不八卦，是部门里最稳的员工，也是最常被忽略的。他的主管张特助是公司里出了名的眼高手低，常丢锅给人背。上次一场重要活动出问题，明明流程审核是他跳过，最后却让倩怡扛责，还当着全部门面前说他经验还不够，下次会进步。倩怡那晚回家，一边洗碗一边哭，她边哭边问神，我到底还要忍多久？我不是应该有神的祝福吗？怎么祝福变成压力？她很想辞职，但一想到房租、母亲看病的费用、教会服事的责任，又说服自己再撑一下。转机发生在一次内部审计，审计部调查到张特助长期报假账、挪用公款，竟然还有他名字的假文件。他当场吓傻，心想完了，我要被当替死鬼了。但神出手了，审计主管正是他过去在学生时代传福音的对象，后来信主也参加同一间教会。他相信倩怡的品格，说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我帮你查证。最后证明他清白，张特助则当场被革职并提起诉讼。那一天公司里很多人都在讨论这场风波，但最震撼他们的是倩怡没有趁机复仇，没有嘲笑对方，反而为他留下一句话，我希望他有机会悔改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他自己的人生。有同事看着他说，你真的不是普通人耶。他笑了，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职场的输家，而是见证神的一个人。他回家读到诗篇73篇23到24节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
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他眼泪流下来，这不是委屈，而是明白，原来他一直没孤单过。人生有时就像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，诚实、清心、信靠神，常常不是最快抵达终点的方法，但却是唯一不会在终点后悔的选择。亚萨进了神的圣所，看见恶人的结局与自己得救的盼望，内心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你是否也愿意进到神的圣所？不是某间建筑，而是在祷告中来到他面前，在敬拜中对他敞开，在经文中重建你的眼光。神不是那位解释一切的上司，而是陪你走完全程的父亲。即使世界以为你输了，但你只要紧紧握住那只不放手的手，就永远不是失败者。